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弟妹怀上了双胞胎男孩，公婆激动坏了，把我和老公叫过去说：你们当老大的要负起家庭的重任，以后他们的房贷、生活费都要你们多帮衬。我刚想说，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我辛辛苦苦的工作就是为了给你们填窟窿。可还没开口，我老公忽然嗷的一声尖叫出来，指着我激情开麦：你掐我干嘛？你不同意啊？你这个不孝顺的女人！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要帮我弟，大不了离婚，我净身出户，以后就是要饭我也得给我弟擦屁股。服了，我连碰都没碰你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出生在18线小城镇的男人，一个出生在18线小城镇学习不错的男人，他们都有一个美称，叫做凤凰男。我刚认识我老公张克的时候，就对他做出了这个精准的定位。但是我不好嫌弃他，因为我也是农村出身，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比不了城市里的富裕人家。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医保社保，生病、赡养，样样都要钱。要是再悲催一点，家里还会有个不成器的手足，更是无底的拖累。好在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家里只有一个哥哥林大山，已经结婚了，经济条件还可以。但是我老公张克就不行了，他有个弟弟叫张二宁，备受他爸妈宠爱，天天吃喝享乐，不务正业，经常找张克要钱。张克秉承着小家为重的原则，偶尔接济一下他们，都在我的允许范围内。可最近张二宁的媳妇怀孕了，找人去卫生所看过，说是双胞胎男孩。好吗？这下我公婆高兴的要疯了，打了12个电话叫我和张克回老家去。12道金牌吗？我吐槽，这是把你当岳飞了，估计很难善了。一见面，公婆也不客气，都不寒暄一下，就吩咐我们以后要多多补贴张克的弟弟弟妹。公公王铁知道，你们当老大的以后要多帮衬弟弟一家，这是2个儿子啊，这可真是光宗耀祖。婆婆李桂芝说，你弟还有每月2000的房贷要还，这钱你们出了吧。你弟妹她怀双胞胎，也上不了班了，可以的话再给点生活费。我像被重锤砸中，眼前直冒金星。什么东西就要我补贴啊？你们能生，你们也得自己养啊。这个大环境，我们自己也不容易，整天在单位里胆战心惊，生怕被裁。你们倒好，连问都不问我们，就直接要钱啊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看我和我老公张克面面相觑，都不说话，公婆有些着急。公公率先道，你们俩这么多年了，就生了一个闺女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你弟这可是2个男孩啊。2个？你们于情于理，难道不该帮衬帮衬？婆婆也道，就是啊，将来2个孩子奶粉钱、上学钱都不少，你们可不能不管。我深吸了口气，说，女儿也要富养，我们也不容易，再说现在单位都……可我还没来得及说完，我老公张克突然嗷的一声叫了出来，把我和公婆都吓了一跳。咋了？干嘛？我老公张克龇牙咧嘴的捂着屁股，冲着我喊道，你干嘛掐我？疼死了！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不同意？公婆见此，纷纷同仇敌忾，就是啊，你干嘛掐你老公？你有意见啊？我想抽他。可刚要骂街，我看到张克站在公婆身后，冲我疯狂地挤眉弄眼。行，要这么干是吧？我大声道，对，我就是不同意。我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凭什么给他们花？能生就能养，实在养不起了，你们2老养呗，我1分钱都没有。
公公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喝道：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们王家兄友弟恭，相亲相爱，你嫁到我们家来了，怎么一点仁义礼智孝都不懂？我哈哈大笑3声，还仁义礼智孝？是孝，死我的孝吗？公婆气坏了，扯着张克的袖子说：你还不管你老婆？张克点了点头，霸气地指着我说：怎么，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？你敢不听？告诉你，我就要帮衬我弟弟，别说房贷了，以后我的工资卡都给他。看他这么来劲儿，我只能配合道：反正我不同意，你敢给他们花1分钱就离婚。张克终于等到我这句话，连忙跳着脚道：离婚就离婚，谁怕谁啊？公婆见我们俩打起来了，赶紧劝道：别，这倒不至于。这老两口希望我和张克努力赚钱，贴补他们一家和小儿子，并不想失去我这个劳动力。这些小心思，张克和我多年来都明白的。我假装怒不可遏，推开上前来劝的婆婆，大吼道：离就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。张克戏精附体道：嘿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个女人带个孩子，离了我绝对过不了好日子。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张克净身出户，存款、房子、孩子都归你。以后我就算是去要饭，也不能让我弟弟一家子饿着，这倒大可不必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和张克没少补贴公婆和他弟弟弟媳。张二宁结婚的时候，弟媳陈丽君家要18万8的彩礼，还要镇子上的新房、五金、衣服钱等。公婆倾尽所有还差不少，就朝我和张克开口，一借就是20万。说是借，其实也不可能还。我气得肝疼，合着娶我时就1毛不拔，事事哭穷，娶小儿媳就全部满足，还要用我的钱。当时张克觉得很对不起我，特意给我买了个金手镯，让我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他也很矛盾，一方面气自己父母偏心，可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可怜，老了还要掏空家底。后来我们还是心软了，毕竟我也是农村出身，我们村那边这种事也不少。如果某家出了个能挣钱的大学生，全家都恨不得沾光，在他们心里都认为你的钱来得特别容易。可他们却不想，一个草根在大城市立足会有多艰难。商量了一下，我们还是取了10万存款，借给张二宁结婚。现在这10万块早已一去不复返了。张克当时和我说过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他爸妈再哭穷，他也会不为所动。我叹气，到时候你就没辙了。别看张克他爸没什么文化，特别喜欢说大道理，什么礼义廉耻、家族荣耀，天天泼大儿子。张克他妈更直白一点，不是哭就是磨。面对我的质疑，张克说：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现在我看出来了，合着他的办法就是当戏精，怪不得上大学时非要加入话剧社呢。公婆本以为他们开口，我们好歹也会出点血，没想到我和张克后院着火，先一步闹了起来。两人被唬住了，都说算了，你们这阵子不富裕就算了，家和万事兴。于是再不敢提让我们出钱，反而劝我俩和好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心情还是很沉重，道：“Roundy险胜，但这事儿肯定还没完。张二宁是个没本事的 SB， 只会啃爹妈，他爹妈没本事，只会啃我们，简直是个恶心人的食物链。最可气的是我和张克在食物链的底层，我们俩本来是草根，现在就 TM 是草。”张克叹了口气说：“和啊，不行，咱俩先扯个离婚证吧。”我深吸了口气说：“不行，假离婚是很愚蠢的行为，
更何况是为了这种事假离婚。我有个同事，本来生活还算美满，可为了买房和丈夫办了假离婚，结果大房子是买了，可住在里面的女人却不是她。她丈夫一上来也没想出轨，就是婚姻一下子没有了法律约束，心就开始活泛了，最后出轨了一个年轻女同事。虽说同事丈夫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好鸟，可如果没有假离婚，我同事肯定能更好的保障自己的利益。我不认为张克是这种人，可是我也得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张克摆手说，不是真离婚，我的意思是上网买个假证，糊弄糊弄我爸妈就完了。我迟疑道，有必要吗？那岂不是要一直演戏？过年也不回去吗？再有几个月就过年了，虽然我也不是很想去婆家，但我也没办法回娘家，因为我们那边有说法，说是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大年30看娘家的灯，否则娘家人会走背字。我刚结婚时，我妈周凤英就告诉我了，嘱咐我30那天千万别回来，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。我和张克就是前有追兵，后有堵截，都命苦。张克搂着我，豪气地说，咱今年谁家都不去了，我带你和小何去海南旅游过年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我激动了起来。我不回去，看我婆婆能不能使唤那个娇贵的怀了孕的弟妹。公公每到过年的长篇大论我也听得够够的了。思路一打开，我立刻畅想了无数美好未来。回去后，张克立刻买了个假证，做得十分逼真。果然，证还没捂热乎，我公婆又找了过来。他们说弟媳想在我们这边找个月子会所，让我们帮着定。公婆和弟媳陈丽君不辞辛劳地跑来我家，提前连个招呼都没打。看着弟媳小心翼翼地抚着肚子走路，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这才3个多月，还没怎么显怀，就摆这么大的谱。这将来要是真的生了2个儿子，不就成了慈禧太后了吗？弟媳大摇大摆地坐在我家的沙发上，嘴里咔呲咔呲地吃着我女儿的薯片，渣掉了一地。可她还毫无自觉，对我说，嫂子，有饮料吗？渴死了。我假装没听见，公婆却连忙对我说，临河啊，快拿点喝的去。张克凉凉地说，我们家没饮料，只有水，想喝自己接去。弟媳不高兴地撇撇嘴，说，这不是我想喝，是你2个大侄子想喝。这种话也不是谁都能坦然说出来的。张克呕了一下，说，你们来有事吗？公公说，想来你们这边找个月子会所，听说现在都可先进了，每天都有活动什么的，这产妇休息得好，才能好好养孩子啊。没想到我公公的思想还挺前卫。我说，月子会所很贵的，3、5万到几十万的都有，弟妹想要什么价位的？想去可以，得有钱啊。弟妹漫不经心地说，怎么也得7、8万的吧，5万以下的水平都不行。这口气大的，我皮笑肉不笑地说，看来张二宁挣大钱了。婆婆微笑道，这会所你们帮着定吧，你弟妹这么大的好消息，你们俩也不说表示表示。我觉得现在可以把那个假证寄出来了。我和张克真的是心有灵犀。婆婆的话刚说完，我们立刻对视了一眼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，我们没这么多钱，负担不起高级月子会所。弟媳脸色顿时就变了，拽着我婆婆的衣服说，您还说大哥大嫂肯定会帮忙，这才刚开个头人家就不干，那我还生什么儿子？就靠张二宁1个月3000块钱，都喝西北风去呗。婆婆一听，连忙小心翼翼地哄她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别生气。我还真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多年，
我婆婆始终很怕弟媳，对我就是另一副挑剔难看的面孔。难不成就因为弟媳娘家就在本村，所以他们顾忌的比较多？公公也很不高兴，但他不和我说话，只对着张克沉声道：老大，你怎么说？这就是逼着张克表态。张克僵着身体冲我使眼色，我叹了口气，这个坏人还是得由我来做。您别问张克，反正我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我生小何时都没舍得去月子会所，凭什么花钱让别人去？我说道。公公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道：老大媳妇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咱们是一家子，就是要互相帮助才能团结一致，做人啊，不能太计较了。婆婆也说，你们现在条件好了，总不能不管家里人了。当初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张克供出来，不就是希望他能帮着全家过上好日子吗？要是只闷头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连亲弟弟都不管，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我忽然有点明白了，其实他们这次来月子会所只是个借口，公婆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给个准话，一个会好好帮助弟弟弟媳养孩子的承诺。如果这次答应了，那以后就是无穷无尽的烦恼。张克脸色发青，眼睛看向卧室，似乎是想把假证拿出来。我轻轻地摇摇头，想再跟公婆讲最后一次道理。爸妈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俩的日子过得特别富裕，特别舒服？我现在给你们简单算算。我实打实地说，张克是在外企，月薪11000，我在国企，月薪6000，加起来是17000。我们俩房贷是5000，车贷2000，孩子幼儿园一个月2500，美术班1000，每个月生活费2000。这都已经是在比较节省的状态下达到的，否则根本存不到什么钱。公公听了，皱着眉没说话。婆婆却转了转眼珠，道：这不是还剩下4-5千吗？顶一个人工资了。我无语道：我还没算1年的物业费、暖气费、人情往来、车险、医药费等等。我们一家子不穿衣服，不换家电吗？小何大了，难道不存以后上学的钱吗？我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，日子真的是紧巴巴的。周末偶尔带孩子去个商场，充个200块淘气宝的钱，我都心疼的要命。小何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可很多事我是看在眼里的。他班上的小朋友，不是穿着300-400的耐克、阿迪的鞋子，就是各种名牌衣服，可我都在网上给女儿买打折的衣服鞋。好多小朋友都可以在商场里随便玩，不是卡丁车就是娃娃屋，要不就看 VR 做手工，不会像我们一样抠抠搜搜的，在外面吃顿饭都要算计。也许有些小朋友的爸妈挣的没我们多，可是人家本地人都是有家底的，日子远比我们宽裕。我从没抱怨过公婆没给我们创造条件，可他们却在这儿苦苦相逼。我如此真情实意地说出了自己的难处，公公仍旧饱含深情地感叹道：你们的日子多好啊，在大城市有房有车，孩子上着高级幼儿园。哎，你们弟弟的日子可比你们差远了。刚才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什么？合着全是对牛弹琴呐。我婆婆更是说，你们3口人吃什么饭要花2000啊，还有那些培训班都是骗钱的，根本没必要上。要我说，一个女孩子长大了一嫁人就完了。我气得头顶冒烟，反问道：那我们得克扣自己的女儿，节衣缩食，把钱都省下来给张二宁他们养孩子，是吗？我真的是忍无可忍，不能再忍了。婆婆一滞，张了张嘴，却还是说：你们的一根汗毛都比他们的腰粗，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。我感觉他们纯粹是胡搅蛮缠，既然这样，
我也没必要和他们好好说话。停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和张克已经离婚了，这些事以后不要再和我提了。我大声地说。啥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公婆和弟媳异口同声地喊出来。我果断地从卧室里拿出假证，抛给他们，道：我们已经不是一家子了，有事你们和张克说，别跟我说了。现在因为你们不停地索取，你儿子已经离了，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要把他害成什么样。公婆迅速地翻了翻离婚证，着急地质问张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张克这个戏精立刻苦着一张脸说，我能怎么办啊？爸妈，当初我刚工作3年，你们就闹着要盖新房，非找我要10万。那时我和小何他妈正存首付要结婚，为了给你们这个钱，我们晚了1年多才能结婚。左一个10万，又一个10万，我和张克要是大款好了，问题是我们也没钱。公婆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说这都多少年的事了，提他干啥？张克说，这哪能不提？我们结婚时你们1分没掏，小何他妈也没说啥。后来张二宁结婚，陈丽君要这样那，你们都给添置了，还找我们又拿了10万，我们也不是开银行的啊。婆婆皱着眉说，哎，这可是你们同意的。弟媳脸色也有些不好看，道，谁家娶媳妇不给彩礼，不给买房啊，可别算我身上。我冷笑，我结婚时彩礼才6万8，都是张克一点点地存的，我们结婚时还租房呢。2个儿子这么偏心，就看我好欺负呗。公婆憋了半天才说，你们上过学，有文化，比他们强多了，照这么说，好好学习的子女反倒成了弱势群体，自甘堕落的倒有人疼，这是什么歪理？张克叹了口气道，爸妈，我想说，因为这些个事，小何他妈不想和我过了，我都能理解。现在我还能住在家里，就是留观察看，你们再来提无理要求，我们俩就彻底完了。公婆和张克僵持住了，他们老2口倒也没有丧尽天良，不希望大儿子落个妻离子散的下场，可又害怕张克以后不管他们了。老大媳妇，你们这个是怎么闹的？不至于啊。公公转向我，我嗤笑一声道，亲戚之间正常的帮衬来往都行，这我都同意，可我不会帮人家养孩子，救急不救穷，你们懂不懂？他们老2口非说2个儿子多重要，不就是看不上我们只生了一个女儿吗？可我的女儿小何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宝贝，我的钱都要给她花，凭什么给别人家的孩子花？公公见我如此坚决，面露悲戚，长叹道，哎，你们年轻人怎么都这么自私啊？做人不能这样。像我从小就是家里的老大，自打上班挣钱，每个月都交给我妈，这才能把4个弟弟妹妹养大。难道我不管他们，看他们饿死？这事倒是真的，我听张克提起过，可从前的情况和现在根本不同。我只能说，照您这样讲，张克就该把挣的钱全交给您。行啊，那我也上班挣钱，我是不是该把钱全交给我妈，去养活我哥哥林大山侄子？公公立刻急了，不满道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女人最大的忌讳就是贴补娘家，还女人最大的忌讳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讽刺道，那我就活该倒霉，挣了钱只能贴补你小儿子一家，我又不是脑子有坑，我有我自己的孩子要养活，也有娘家可以贴补，我不是有钱没地儿花。你们有本事生就有本事养，找我们算什么事？公公喝道，你看空气里火药味这么浓，张克连忙走到我公公面前，哀求道，爸，
为了你们我都离婚了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啊？公公气呼呼地说，你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是没用，连你老婆都管不了。张克苦笑着说，我没用，行，我一无所有了，你们就高兴了，对吧？公公竖起眼睛，骂道，你个混蛋玩意儿！还没说完，我婆婆李桂枝连忙过来拦着，道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他们现在不方便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今天也不早了，咱回吧。弟媳期期艾艾地说，哎，妈，那会所，婆婆立刻给她使了个眼色，回头再说吧。我婆婆是个灵活且识时务的人，她知道今天捞不着便宜，就不会把关系闹得更僵，于是连拖带拽的把公公和弟媳拉走了。临走前，我公公还对着张克一通输出，说他是个白眼狼，废物点心。这老两口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真是完美搭配。公婆走了之后，张克和我瘫在沙发上，浑身无力。这老两口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。我恹恹地说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总不能来一次演一次，时间长了，他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假离婚，那就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张克垂头丧气，过了半晌，才说，其实我还有个办法，真没想到要走到这一步。这半年来，张克他们公司打算大幅度裁员， HR 给出了 N 期的补偿方式。在现在的大环境下，这已经属于福利型裁员了。有不少员工拿了钱另谋高就。张克比较沉得住气，一方面他现在的项目还差一点儿就能完美收官，另一方面他打算找到下家，再接受裁员安排。最近他和一个老同学说好了，离职后去同学的公司入职，薪资待遇谈得还不错。我和同学都说好了，打算过2个月再去办入职手续。张克道，2个月？需要这么长时间吗？我有些诧异。张克叹了口气，眼睛看向远方，轻声地说，这次得下一剂猛药。就在2天前，婆婆联系了张克，问起我们俩的关系有没有好转。除此之外，还话里话外的说起弟媳怀孕不舒服，经常要去医院，听人说吃些燕窝会好点儿，村里没有卖的，让张克帮着买一些。张克都无语了，月薪3000，吃什么燕窝？说真的，如果张二宁夫妻俩都简朴上进，真有什么为难的事，我们帮帮他们无妨，毕竟妻人就是守望相助。可他们俩明显的都是眼高手低，不务正业的主，给他们花钱只会助长歪风邪气。就是这事让张克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半个月后，他在原公司办好了离职手续，补偿款也拿到了。接着他简单的收拾了一些衣物，径直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。天刚擦黑时，张克安全抵达公婆家。他爸妈见他突然回来，吓了一大跳，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张克不负众望，惨然一笑道，爸妈，我工作失误，被公司裁员了，本来和林和就扯了离婚证，现在彻底被赶出来了。他用力地掐了掐大腿，挤出些眼泪道，爸妈，儿子回来投奔你们了。张克的到来无疑让公婆的现状雪上加霜，他们惊疑交加，问道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一直很认真工作吗？还能被裁员？张克说，大环境不好，这都是早晚的事。公公自言自语道，看了好多新闻，原来还是真的啊，可你上这么多年学，怎么还能没工作啊？显然大受打击。婆婆情商高一些，道，没事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。张克长吁短叹地说，哎，现在哪里找得到合适的工作啊？
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不行我就回来种地吧。公公差点站不住，颤抖着说，你要回来常住。张克重重的点头，对啊，爸妈，你们不会不管我吧？公婆面面相觑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这些年来，张克学习好，能在大城市结婚生子站稳脚跟，始终是他们的骄傲，是他们在村里炫耀的资本。就像张二宁结婚时缺了不少钱，公婆也不担心，对村里的亲戚邻居夸口，找大儿子要就行，他在城里干高薪职业，挣得多，对方都会羡慕的不得了，说你们可真会教育，养了这么个好儿子，儿媳妇也听话，多好啊。对公婆来说，听到这些评价比让他们吃海鲜大餐还开心。不得不说，公婆对家族未来的规划很完美。张克虽然离得远，但可以给他们提供面子和金钱支援，老二留在身边，没出息一些也无妨，将来能给他们养老就行，自然可以多多补贴。可如今张克就这么灰溜溜的从城里回来，公婆何止面子受损，整个家庭计划都被打破，以后可能都没脸出门了。晚上，张克躺在家里自建房3楼的房间里，和我汇报了一下情况。等听完全部内容，我觉得他好损啊，这一招真的是直戳公婆的弱点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问。张克想了想，说就当放个假，先歇几天，然后慢慢等待时间的馈赠。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很爽的样子？看我表情不太友善，张克赶忙说，这几天就辛苦你了，亲爱的。我无语道，辛苦倒是不辛苦，你能把事情处理好就行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女儿小何撅着小嘴说，爸爸还要多久才回来？这些年我晚上都会接一些私活，挣点外快，所以小何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张克哄睡的。他不回家，孩子比我还不适应。我只能说，还得一段时间，你想爸爸了。小何点点头，说，妈妈，爸爸为什么要假装没工作，回去骗爷爷奶奶？我一震，原来我和张克平时的讨论交流，孩子都听在耳朵里了。要命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教育。孩子已经快6岁了，正是大脑高速发育，养成良好世界观的时候。我斟酌了半天，才说，因为爷爷奶奶希望爸爸帮助你叔叔，可是爸爸觉得叔叔应该自立自强，自己赚钱养孩子。这样说应该还可以吧？小何想了想，歪着头说，我不太懂，爸爸直接不理他们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？小何跟公婆他们1年才见1、2次，根本没什么感情，自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可大人的世界却复杂多了。我只好说，是这样的，爸爸小时候也是爷爷奶奶照顾着长大的，就像我们现在对你一样。父母很辛苦，也很不容易，总不能因为他们老了，有些糊涂了，就彻底不理他们了。张克对公婆的感情很复杂，但归根结底是善意的。小何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我解释道，还有啊，你爸上大学的时候，家里正好特别困难，听说你爷爷挨家挨户的去借钱，跑了好多人家，受了不少白眼，才凑够了爸爸的学费和生活费。这些事是张克永远铭记在心里的。公婆是没什么文化和见识，还有偏心、重男轻女的毛病，可他们也真心疼爱过张克，对他寄予厚望。我轻声道，所以你爸爸既想好好的照顾咱们这个家，也想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，让他们晚年幸福。不得已，只能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了。你们幼儿园不是也学过吗？亲有过，见识更。怡无色，柔无声。
幼儿园让打卡的，《弟子规》也让我学到了很多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父母有过错，子女有义务让他们改过来，可是提建议时态度尽量好一些。张克现在做的，可不就是另类的建议吗？接下来，张克依旧踏踏实实地待在公婆家。公婆一开始担心他事业家庭两失意会想不开，对他百般宽慰，很有耐心。可时间长了，公婆就有些忍受不了。试想想看，就算是上了大学的孩子回家，1周可能还新鲜，到第2周就忍不了了。一个大小伙子啥也不干，只躺床上玩手机，天天吃白饭，真的超级碍眼。要是他一直不出门，那也还好说，丢人的事关起门来自己解决。可张克偏不，每天吃过饭，他就背着手出门溜达，和每个路过的村民唠嗑。村里人最喜欢打听狗血八卦，张克的到来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啥？离婚了啊？啊，还被裁员了啊？这是闹的。孩子归谁？归女方了啊？哎呦，这以后还是你们老周家的人吗？这大学生学这么多年也没用啊，还不是没工作，回村了。这些闲言碎语如同春风一般，吹到了公婆的耳朵里。他们最好面子了，这么多年来经常在村里吹牛，现在被张克好一通，啪啪打脸。可公婆又不能阻止张克出门，每天都生活在极度的内耗之中。我听张克说完，笑得肚子都疼。在张克无所事事，四处闲聊的第3周，公婆终于忍受不了，特意为他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主题是如何让张克振作起来。婆婆先发言：你和林和离婚，财产是怎么分配的？总不能是你净身出户吧？公公也道：别的就算了，房子总得说到吧。张克捂着脸说：别提了，现在房子还差好多年贷款呢，1个月5000多，林和都不知道怎么还，我还分房子，我哪有这么大脸？再说了，这房子是最高点买的，现在卖，连当初的首付都拿不回来，我总不能为了这点钱让小何流落街头。公婆沉默了，有种无处使力的空虚感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再接再厉道：那你总得再找个工作啊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事。张克眼神中透出一股厌世的意味，淡淡道：现在大环境太差了，工作哪里好找？哎，我知道我没用，爸妈，你们别嫌弃我，大不了我就和张二宁一样，在附近县城里随便找个活干，挣不挣钱的也无所谓了。至此，老两口的焦虑到达了顶点。公婆又忍了1周，张二宁带着媳妇回来了。一见面，这哥俩就吵了起来。张二宁骂张克没本事，只能回家啃老。张克叉着腰反驳道：你都啃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才刚啃你就有意见了？你怎么不提我给你出钱结婚，给家里出钱盖房子呢？张二宁切了一声，不屑道：说这有意思吗？爸妈供你上了大学，又没供我，你难道不该出点力？张克鄙视地望着他，毫不留情地说：你那是爸妈没供吗？你根本考不上好吧？是谁小学就留级，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，还好意思跟我提这个？这话直指张二宁的死穴。张二宁气得眼睛都红了。我告诉你，张克，别以为从前花了点小钱你就有功了，我才是咱们家的大功臣呢。我媳妇怀了2个儿子。张克这次不接茬了，只看着我公婆，告状道：爸妈，我冤不冤啊？是你们让我补贴张二宁，我媳妇才和我离的婚啊。可现在你们看见了吧，人家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啊。这就是你们的好儿子，我冤死了。
公婆傻了眼，局面怎么就越发难堪了呢？现在一边是多年来给家族带来荣耀和金钱的大儿子，另一边是贴心且马上要生育2个孙子的小儿子。正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啊。张二宁和张克大吵了一架，吵到最后，张克用了激将法，有本事你就自己好好工作，自己养活老婆孩子，天天啃老，啃我算什么事？你要是出去能挣到钱，我就服了你。张二宁被激起了斗志，叫嚣着一定好好搞钱，回头发达了，要拿10捆人民币砸死张克。张克起哄道：那我等着你了，做不到你就把脑袋揪下来给我当凳子坐。张二宁吼道：好啊，你等着。2人不欢而散。公婆终于意识到了，这些年来他们所谓的人生规划，实际上只会让老儿子更加不劳而获，让大儿子更加委屈，获利的似乎只有他们老2口。可2个儿子的日子都不好过，他们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张克摆烂的1个半月后，公婆彻底坐不住了。他们给张克出了个主意，说你还是回去求求小何他妈，让他重新接纳你，2人好好过日子吧。婆婆还说，你好歹也是小何的亲爸，原配的夫妻总比半路的强，再说城里也好找工作。张克心里偷着乐，可面上不显，假装担心地说，小何他妈对我失望了，不想和我过了，我也没工作，唉。公婆有些无措，眼下只想把张克轰走，于是说，那个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和你爸再也不给你添负担了，张二宁也该长大了，不会再打扰你们过小日子了。张克拉长了声音道，那什么月子会所、燕窝、房贷，公婆摆了摆手，道，不提了不提了，你弟媳也是的，眼高手低，咱们农村人也不富裕，要这些干啥？真是招不下他了。回头我去跟他说，让他愿意过就好好过，不愿意过就走，我们也不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此行的目的基本完成，张克心里终于松了口气。就这样，张克凯旋而归，他也不敢疏忽，第一时间去同学公司办理了入职。完事后，立刻回到家，得到了女儿一个深情拥抱。我们的生活总算是雨过天晴，假离婚还是挺好用的，是吧？张克轻笑着说。我真是哭笑不得，生活如同一场闹剧，好在欢乐比悲伤要多。我也十分庆幸，如果我嫁的人不是张克，而是我从小到大经常看到的一些死要面子的普信男，可能会把日子过得一团糟，整天内耗，很快就会离婚了吧。这件事说明你爸妈还是心疼你的，用一场戏来证明亲情也不错。我轻声地说，说到底，公婆并非什么大坏人，只是偏心糊涂。张克却有些不以为然，自嘲地笑了笑说，爸妈对我有爱，但不多。我知道他是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和张二宁一样的待遇，多少有些遗憾。若是张二宁落到这个地步，公婆可能会大力支持他，而不是急着把他撵出去。可他和张二宁毕竟不一样，老人总是会心疼那个没本事的。我安慰地摸摸他的手，说，这只能说明你在你爸妈心里是有能力的，能顾好自己。张克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，我都知道，所以谁都不怨。哎，这2年心里有什么难受的，只要一想想我的小何，就全都治愈了，有你们真好。是啊，有家真好。我趁机道，就是我们最疼你了。张克温柔地回抱住我，说，我也最疼你们了。番外，距离过年还有1个月，我妈周凤英给我打电话说，30那天千万别回来啊，初2再来。
现在听到他说这些，我心中几乎毫无波澜，于是把手机放在一边，自己则慢悠悠地整理去旅行要穿的衣服。可我妈絮絮叨叨没完，说：对了，你初二别忘了带点桂顺斋的点心来，你嫂子赵春燕喜欢吃，回头多买几盒，让她带回娘家去。我嫂子就是我妈的主子，需要用心去侍奉，可又不是我的。我撇了撇嘴，等她都说完了，才道：妈，今年我不回去了。我妈啊了一声，吃惊地说：干嘛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还生气啊？我说你气性也太大了。年30的事是老例儿，你看我跟你爸结婚后，你姥姥也嘱咐过我。我没心思听这些，只说：妈，我不是对你们的老例儿有意见，只是我今年要去旅游过年，所以就不回去了。点心什么的，我寄给你们吧。我妈顿时不高兴了，开始反复说些车轱辘话，话里话外让我不要这么多事。我对你可够不错的了，当初彩礼也没留下，都给你带走了。家里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事也没和你开过口，就为了这么点事，你都不回来。我妈越说越委屈，这是她的心病还是我的心病呢？反正我都释怀了。我只好说：妈，咱们开诚布公地说，其实在你心里，只有我哥林大山我嫂子还有你孙子才是你的亲人，对吧？你是没有对我索取过什么，可是我在你心里排在第2阶梯，不是吗？承认父母没这么爱自己，是我人生重要的一课。我妈怔了怔，才说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咱们这儿谁不是和儿子一块儿过？你嫁得这么远，我将来指得上你吗？这都扯到哪儿去了？我叹了口气，说：妈，我能理解你，但也请你理解理解我。家里没有我的房间，我们去还得住宾馆，大过年的这么冷，我不想折腾。今年我就想带着我女儿舒舒服服的去三亚，过一个温暖的春节。你有您的小家，我也有我的小家，相互理解一下，可以吗？我妈显然没有很理解，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白眼狼，白养你了。等到张克回来，我问起公婆对我们不回去过年的反应，她道：我爸妈啥也没说。以前公婆可是很重视过年回家这事的，现在倒好，张克演了一次戏，公婆彻底放低了对他的要求。这难道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？听说他们的原话是：过年来不来的没事，你好好轰轰林河，陪他回家过年吧。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公婆这是担心张克被我退货，再送还给他们啊。他回村的那2个月到底是有多讨厌啊？张克也是哭笑不得，说：回头给他们寄点年货就行。我点头，该给的都给。我妈那里我也把年货送过去。做人论迹不论心，我从来都问心无愧。张克搓了搓手，激动道：那咱们就开始订机票吧。小何欢呼道：太好了，要去海边挖沙子了。我说：没错，椰梦长廊的海岸线很长，咱们想去哪儿挖就去哪儿。我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，之前买的黄金首饰涨了很多，我把那些东西全部卖掉，加上这段时间自己攒的工资，凑齐了一套2居室的首付。搬进新家那天，我热泪盈眶，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，不是娘家，也不是婆家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家。可我没安逸多久，王彻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的地址，又找上门来。你居然真的买房了？我妹妹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还不敢信。这是我的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强行推他走，他却干脆坐在地上耍起无赖。你说你一个女人，你有什么本事买房子？
你肯定用的都是我卡里那些钱，这房子有我一半。我不作声，慢慢摸向手机。王彻发现了我的动作，他一手抓住我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拿走我的手机。是想录音还是报警啊？他将手机关机，随后松开我。这样我也不为难你。这房子可以不写我的名字，但是你要把密码和钥匙给我一份，方便我随时来住。你反正现在也没个男人，就继续当我的老婆好了。他说着亲了上来，我一脚踹向他裆部，迅速用电话手表报警。王彻因为非法入侵他人住宅、性骚扰妇女，被行政拘留15日。回去之后，他又被孙婉打了个半死。自此，他再也没在我眼前出现过。2年后，我从之前的邻居杨烨那里听到了王彻的事。他现在白天要修车，晚上还要去开滴滴，赚钱养活一家子。孙婉的儿子是个脑瘫儿，所以他才死咬着王彻不放。每次王彻只要闹离婚，他就会把他打个半死。王彻报警也没用，因为是夫妻，警察最多警告几句。王彻的爸爸张守因为常年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陈素，累病了。孙婉干脆将他爸妈扔进了养老院，并且收了他们的银行卡，每个月退休金归他领。王彻打不过他，想离婚又离不掉，气没地方出，就去找周巡撒气。毕竟他和孙婉的事，全部都是周巡一手撺掇的。但他技不如人，被周巡的老公吴远打掉了2颗门牙。李简，你是不知道，王彻现在讲话都漏风，30岁的人看起来跟40、50岁似的，别提多难看了。邻居捂着嘴笑，我没有接他的话，只是简单和他做了告别，然后离开。王彻现在过得如何和我没任何关系，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。而且我不叫李简，我叫陈艳秋。故事结束了，点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大局吧，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接下来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公公生日，全家人在一起吃饭。公公张守突然对我说，你婆婆陈素瘫了，需要人全天候照顾，明天你就把工作辞了，在家专心照顾她。我放下筷子，我1个月工资5000多，我不辞职。家里每个月给你5000做生活费，一样的。公公的脸冷下来，大嫂，你是儿媳妇，照顾婆婆理所应当。小姑子周巡帮腔。我望着周巡说道，那我出5000做生活费，你辞职到我家当住家保姆。那怎么可能？我可是铁饭碗，老了有退休金的。再说了，5000去掉生活费还有什么？周巡立马拒绝。我不说话，看着公公。公公咳嗽了一声，周巡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找不到。嫂子你不一样，你是儿媳妇，儿媳妇照顾婆婆是应该的。是啊，大嫂，既然都叫妈了，哪有不照顾的道理？周巡的老公吴远忍不住开口。我望着坐在一旁的老公王彻，从公公开口让我辞职到现在，他屁都没放一个。你也这么认为吗？我问他。见我点他名，他只好表态。我妈现在脑梗瘫痪了，确实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。家里有我挣钱就够了，你在家照顾我妈。再说了，我和爸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在外面上班多辛苦，哪有在家里舒服？他说完夹了2块鸡肉放我碗里，示意我吃。周巡一看他大哥都这样说了，当即乐了。就是在别人手底下工作，又受气又受苦，哪有在家里待着舒服？要我说，还是大哥会心疼媳妇，不像我还要在外面累死累活。我心里一阵冷笑，这么舒服，你怎么不干？
一家子都把我当傻子是吧？那就这样定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李简你就别去上班了，在家照顾你婆婆，做好1日3餐就行。来，大家吃，都别客气。公公做了最后总结。我站起来，将碗筷往桌上重重一放。我是绝对不可能辞职的。论关系，你是他的亲老公，你是他的亲儿子，你是他的亲女儿，要照顾也是你们照顾，轮不到我。我指着他们一个个，掷地有声。就算是我自己亲妈，我都不一定会辞职，更何况婆婆不是妈。说完，我不再管他们，离开包厢，一个人回了家。我和老公王彻是相亲认识的，结婚不到1年。公婆平时不和我们住，偶尔在一起吃个饭。王彻开了家修车厂，我在公司做财务，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上个月婆婆陈素脑梗，光手术费就花了好几万，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，护工费又花了1万多。这些钱全部都是我们出的，公婆的退休金很高，但1毛不拔。周巡除了买点水果，1分钱没掏。可我没有计较，她虽然不是我亲妈，但她是王彻的妈妈，出钱出力是应该的。原本想着婆婆出院后大家轮着照顾，或者一起出点钱请个保姆也行，没想象他们一家人居然会直接让我辞职，贴身伺候婆婆。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，月薪5000，但有劳动法保障，有双休，有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，这和公公所说的生活费5000完全是两码事。4个人每个月水电费、生活费，还有婆婆的营养费，5000根本不够。更何况如果辞职在家专门伺候婆婆，那可是24小时制，我根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他们这就是拿我当免费保姆，还美其名曰为我好。外面的保姆工资都不止5000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越来越火大，干脆将王彻的被子、枕头扔到客厅。晚上11点，王彻才回到家，见他的被子被我扔在沙发上后，他板起了脸。李简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平时的孝顺懂事原来都是装的。我爸不过是让你辞职照顾我妈而已，你竟然当众打他脸，还提前走了。今天是我爸生日，你太过分了。真是好笑，我过分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过分。一家人拿我当外人，想招法的坑我，他倒委屈上了。我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，老了还瘫痪了，本来命就够苦了。你身为唯一的儿媳妇，不想着尽尽孝心，好好伺候我妈，反倒撂挑子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说的一身劲。王彻，你妈不容易，那是养你不容易，她可没养活过我一天。你要是真这么孝顺，自己在家好好照顾你妈不就好了？咱也不知道这优良传统到底是打哪传来的，动不动就我妈不容易，我妈不容易。你妈不容易，关我什么事？我辞职，我1个月8、9千，是你的2倍。我在家，你没搞错吧？之前王彻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说他每个月赚8、9千，我工资5000，他是我的2倍。我当他开玩笑，没在意。没想到在他心里，还真把这当回事了。你大部分都是8000出头，偶尔9千，去掉600烟钱，490钱，2000零用钱，每个月还要给你爸妈1000，你拿回家的还没我多呢。我笑道。见我在笑他，王彻的自尊心受到打击，他冲进房间，将我的被褥扔出来，大喊道：这房子是我买的，你凭什么让我睡沙发？要睡也是你睡。还有，我今天把话放这，我妈你必须照顾。
国家法律有规定，必须孝顺老人，你别逼我去告你。说罢，他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力气之大，连墙上的中国结都被震了下来。我捡起地上的被褥，默默坐在沙发上。什么夫妻、一家人，只要牵扯到核心利益，照样撕破脸。以前的那些恩爱画面从我脑海里一帧一帧闪过，逐渐模糊。这晚我一夜未眠，有些事后悔应该还来得及。整个周末王彻都不在家，不用说，肯定是待在他爸妈家里。不过不在家也好，省得再和我吵架。周一早上我去公司上班，刚出电梯，公司的前台赵小小就叫住了我。李简，你真的要辞职吗？咱俩在一起工作5、6年了，你这一走，我还怪舍不得的呢。听了赵小小的话，我一脸懵逼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谁要辞职？这个公司离家近，待遇又好，老板和老板娘还特别爽快，每年还有2次带薪旅游的机会，工作压力又小。我疯了才会辞职。你老公一大早就来帮你辞职了啊，说你婆婆摔了，家里离不开人。老板娘还劝了半天呢。我真是没想到，这个王彻平时看着老老实实，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。我的工作，他凭什么帮我辞职？正说着，老板娘出来了，看见我，她立即冲到我面前道：李简，你一定要辞职吗？你在这做了这么多年，你这一走，重新招人肯定招不到你这么好的了。我不会辞职的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别人说了不算。我看着老板娘道。老板娘挠挠头，有些不理解，可是早上你老公来说，他没有权利替我辞职，我的工作我说了算。没等老板娘说完，我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除了我自己，谁都没权利替我辞职。听我这么一说，老板娘乐得跳起来。太好了，正好报告还没交上去，我这就去撤回来。我就说嘛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会为了照顾婆婆辞掉工作，做24孝的家庭保姆啊？老板娘和我开玩笑说。她走远后，赵小小有些担心。你老公看起来不好惹，你要当心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放心，他不好惹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下班后我没有回家，而是直奔王彻的修车厂。我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和几个徒弟聊天，见我来，立马换上一副臭脸。我掠过他，双手用力拉下卷闸门。你干什么？这还在做生意，你发什么疯？他冲过来，用脚挡住卷闸门。你都能帮我辞职，我不能帮你关门？我斜着眼问他。几个徒弟见情况不妙，纷纷离开。修车厂一时间只剩我和王彻2个人。他扔掉嘴里的烟头，索性不装了。我是你男人，帮你辞职怎么了？你嫁给我就是我的人，你什么不是我的？别说把你工作辞了，搁古代我都有权卖了你。他一脸得意。天啊，这是从哪来的封建余孽啊，大清早亡了。行，你有种再去我公司试试。你不让我工作，我也不会让你做生意，看谁损失大。反正我不上班，大不了就是没工资，他要是没办法正常营业，光房租水电就能压死他。听我说完，王彻的脸色闪了闪，他迅速换了表情，语气也软下来。老婆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妈现在确实需要人照顾，你是她媳妇，这事你不干谁干？你满大街问问，哪家的媳妇不伺候公婆？而且我爸不是说了吗？每个月给你5000，你上班1个月不也就5000吗？我望着他这副破别人的嘴脸，有些恍惚，
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这么不要脸呢？居然还跟他领了证结了婚，过了这么久的日子。真是庆幸我还没生孩子，沉默成本还不算太高。以后啊，你就舒舒服服躺家里做饭就行，风吹不到，雨淋不到，有吃有喝的多好。到时候再生个儿子，这样又能照顾我妈，又能照顾儿子，两全其美啊！老婆，是挺两全其美的，美的是他们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想让我辞职专门照顾你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扔下这句话，离开修车厂。第二天我还没下班，我爸赵成就打电话给我，你今晚回来一趟。我爸言简意赅。我问他什么事？我和我爸的关系并不好，他是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，一辈子在家里作威作福，把我妈管得像个下人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和王彻相亲没多久就结婚的原因。我太想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家了。让你回来就回来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他挂了电话。晚上我回了娘家，一进家门就看见王彻在和我爸聊天。我转身想走，被我爸叫住，怎么，做贼心虚了？听到他这样说，我心里大概猜到了8、9分。我跨进门，谁是贼谁心虚。王彻这个不要脸的，告状都告到我爸跟前来了。我爸站起来指着我道，你作为人家的媳妇，连照顾婆婆都不愿意，亲家给你5000一个月，已经是抬举你了，你还不干？我看你是1年没被我打，皮作痒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爸经常打我，我犯错他打我，弟弟犯错他还是打我，直到我结婚后他才停了手。那这5000给你，你去伺候他妈。以前我很害怕我爸，怕他打我，怕他骂我，可现在我不怕了。他们这种人也就会欺负比自己弱的人而已，但凡遇到强的，连吭都不敢吭一声。行啊，在婆家过了1年，连我都敢顶撞，真把自己当个人了，是吧？我爸冲到门口，拿出来一根竹条，那根从小到大他经常用来打我的竹条。20多年来，这根竹条断了换，换了断，新旧更迭，唯一不变的就是都打在我的身上。王彻在一旁假装拉我爸，爸，你消消气，别跟李简一般计较。他就是在外面上班上的，把脑子都上坏了，连自己亲爹都不放在眼里。我爸被他2句话一说，更上火了，撸起袖子就要往我身上抽。我没有像以前一样站着不动任他打，我从小脾气倔，每次被他打得皮开肉绽都不会吭一声，但这次不会了。我的动作比他还要快，他的竹条还没落下来，我人已经跳上了椅子。我从椅子上又蹦上了八仙桌，伸手拿起了供奉在案台上的祖宗牌位。你再打我试试，信不信我把你老李家的祖宗给摔烂？我爸不光大男子主义，还封建迷信，祖宗的牌位在他心里比我的命还要重要。你给老子放下来！他用竹条指着我，额头上的青筋暴起。我知道他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峰，但我一点都不害怕。李简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，不孝顺公婆就算了，连自己爸爸都不尊重，连自家祖宗都不当回事，哪有你这样的人啊？又是王彻，他是数汽油的吧？小霞啊，快把牌位放下，别把祖宗惹生气了，不保佑咱们家。我那绿茶后妈钱宇终于登场了。我爸打我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出现，他只会在我爸停手的时候过来加柴。你给我放下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我爸下了最后通牒。我妈去世后，他总是会这样说。小时候的我害怕被抛弃，可现在想想，
也许被抛弃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当着这个牌位的面，断绝父女关系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姓李，你也不是我爸爸。我说完，跳下桌子，将牌位扔进他怀里。好，好得很。你要是再回来找我，你就是狗娘养的。他抱着牌位，大吼道。王彻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地步，一时有些尴尬。爸，你别生气，我回去好好教训他，一定让他给你下跪认错。他扶着我爸往案台那边走，我看着眼前的几个人，忍不住冷笑。女人果然是没有家的，婆家不是家，娘家也不是家。不过我也不稀罕了。接下来半个月，王彻没有再提让我辞职照顾他妈的事，对我也比之前好了一些。不过狗改不了吃屎，我知道他不会憋什么好屁，但他不说，我也懒得问。我每天除了工作，就是在为以后做准备。1周后，王彻开始收拾次卧。见我回来，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道：老婆，我爸妈明天就过来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把工作辞了？呵，果然。谁说我要辞职了？我将包包挂好。王彻听了我的话，没有感到意外，甚至还轻蔑一笑。老婆，你现在和娘家都闹掰了，你妈又死得早，如今连你爸都和你断绝了关系，除了我，你还能指望谁啊？他说着走过来抱我，我避开。你们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丈夫，其他什么都靠不住的。之前我们虽然发生了点不愉快，但你到底是我老婆，我不会真的不管你。只要你以后好好伺候我爸妈，把我妈照顾得好一点，再给我生个儿子，你这辈子吃喝就不用愁了。我被他的话气笑了，笑得前俯后仰，笑到蹲在地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彻皱眉。我扶着墙起身，要是我拒绝呢？听见拒绝2个字，他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劲。那你就不要怪我狠心了，李姐，我会跟你离婚。你现在没了娘家，再没了婆家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活。离婚好啊，他能主动离婚，我不知道省了多少事。那就离婚吧，我笑着道。见我同意离婚，王彻有些慌乱。你疯了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和我离婚你什么都没了？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是我的，你到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他罗列了一大堆，生怕我不知道它的重要性。房子、车子是你的，我不反对。可存款是我们2个人一起存的，凭什么也是你的？我们结婚前，王彻就买好了房、车，那是他的婚前财产，我不惦记。可存款凭什么也是他的？你就那么点工资，平时柴米油盐也花得差不多了，哪里还有什么钱存？你不吃饭的，合着家里的开销都是我的，这是什么荒谬的言论？王彻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我在外面的花销也不少，家里的花销自然算你的。外面的花销，抽烟喝酒的花销，和狐朋狗友吃喝玩乐的花销，这关我什么事？既然他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。我进了卧室，关上房门，不再和他说话。2个小时后，王彻以为我睡着了，开始在客厅打电话。妹妹，真被你算准了。我一说离婚，他就服软了，气得闷在房间睡大觉呢。也是，别的女人一生气还能收拾东西回娘家，她连个去的地方都没有。除了我，她一无所有。这周末我就把妈接回来，到时候让她好好伺候着。你放心，她以后准保比狗还听话。我们结婚1年多，存款共计15万左右，
加上结婚的份子钱，以及公婆给我的3金钱、衣服钱，杂七杂八加起来30万左右。连续几天我早出晚归，奔波于各大保险公司、金饰店、品牌店。我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，又买了几个品牌包包，手机、电脑、平板全部换了最新款，剩下的直接买成金首饰，戒指、耳环、金项链、手链、脚链一个不落。做好这一切后，时间也到了周末。王彻和他的妹妹周寻以及公公张守一起将婆婆陈素接了回来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快去做饭，我快要饿死了。大嫂，煮饭的时候顺便熬点粥，我妈晚上要喝粥。公公干脆将冰箱打开，也不知道你在家怎么过日子的，冰箱都没什么菜了，也不知道买。楼下正好有家卤菜店，你先下去买点猪耳朵、花生米，我和王彻喝2杯。3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。一家子做到现在，就等着我回来伺候呢。我直接忽略他们几个，进屋推出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出来。让你下去买卤菜，你推行李箱干什么？王彻瞪着我，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？我如你所愿。王彻看看我，又看看他的爸爸和妹妹，气得一脚踢翻我的行李箱。我看你真是欠收拾，你爸打你实在应该。大哥，他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，看他离婚了还有谁会要他？周寻挤了上来。公公一脸叹息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，李姐，以前看你挺乖巧的一个孩子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混账？就因为让你照顾婆婆，你就要这样作妖吗？不惜离婚？你以为你还是黄花大闺女，是头婚啊？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，到时候可别后悔来求我们。爸，他要走就让他走，谁稀罕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想追我哥的人多的是，人家自己就有车有房，哪像你屁都没有。周寻道。王彻听了他妹妹的话，喜上眉梢。妹妹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连着公公也激动起来。是真的，大哥，上次你来找我，人家就托我问你呢。听说你结婚了，伤心了好一阵呢。我扶起行李箱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没人理我。就在我快要走出门外时，王彻突然喊道：离婚可以，彩礼钱你要还给我。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家给了8.8万的彩礼，但是这个钱全部都被我爸赵成拿走了，我1分钱都没拿。谁收的？你找谁要？想从我爸手里拿到钱，比登天还难。让他们狗咬狗去吧。大哥，彩礼钱离婚的时候打官司就可以退回来，你不要担心。周寻安慰他哥。王彻似乎又想起来什么，银行卡，你把银行卡还给我。家里的存款一直存在他名下，不过眼下还给他也没什么不可以，反正里面就剩2.5块。我将卡直接砸在王彻脸上，给你250。他顾不上痛，弯腰捡卡。王彻很快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，生怕我后悔。因为彩礼的事，他被我爸打了一顿。事后他又发现卡里的钱没了，连带着彩礼一起将我起诉。但是我和他领证1年多，且婚后正常生活，没有分居，所以彩礼不用退。至于卡里的钱，属于婚内正常消费，离婚又是他主动提出的，不存在转移财产的问题，所以也不用退。李简，你真是不要脸！你跟你爸真是父女俩，一个吞我彩礼，一个吞我卡里的钱。王彻站在法院门口骂我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不是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我故意激他，他果然中招，过来打我。
他手指刚碰上我的刹那，我顺势一躺，然后报警。王彻被关了，因为我不谅解，也不要赔偿，只有一个诉求，那就是关他半个月。离婚真好，要是没离婚，他打我最多算家暴，根本不用承担什么代价。王彻被放出来后，没再给找我麻烦，我以为是他被关怕了，后面才知道他是在忙着结婚。周巡在第一时间发了信息给我，你看，没了你我哥大把人追，人家自带房子奔驰，哪像你土鳖一个，看到没？以后这些都是我家的，你可不要眼红的晚上睡不着觉哦。视频里的王彻和一个胖胖的女人手挽着手，十分幸福。就是那女人的年纪要比王彻大不少。原以为日子就这样过，我和王彻不会有什么交集，没想到半年不到，他居然找到我公司来。老婆，这半年你过得还好吗？王彻一上来就给我上演起深情戏码。你别乱叫，咱们已经离婚很久了，我嫌恶道。他却扑通一声朝我跪下来。老婆，都怪我不好，当初不该意气用事，跟你赌气离婚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的八卦心起。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我听你妹说，新老婆有房有车，车还是奔驰的呢，以后都是你的。我假装关心她，右手悄悄打开手机录音。你别提了，我被我妹坑惨了。那个孙婉大我8岁，是个寡妇，还带着一个儿子。有钱是有钱，但对我是真狠，跟你没法比。他还把爸妈赶了出去，之前你每个月还让我给爸妈1000块钱，他倒好，叫我爸妈每个月给他1000块钱。我强忍着笑，继续听。李简，我们复婚吧。你说以前咱俩日子过得多好啊，分开这么久，我发现我爱的还是你，我离不开你啊，老婆。他说着说着竟然哭起来，哭声实惨。那你现在这个老婆怎么办呢？我担心道。我倒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来。见我这么说，王彻很快停止了哭泣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。老婆，你看你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多危险啊，而且住外面还要房租水电。你这样，你先搬去和我爸妈一起住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保证和那个死胖子离婚，到时候我们再去补个结婚证就好了。搞半天还是让我去伺候他爸妈啊，他这算盘珠子打得可真够响的。见我不吱声了，他又补充道，你放心，这回我再也不让你辞职了，你就安安稳稳上你的班，我爸妈呢，你有空顺带照顾一下就行，好不好啊，老婆？你今晚就搬去吧，我有开车来，我帮你一起搬，好不好，老婆？王彻一口一个老婆，恶心的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正想着要怎么恶心回去呢，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，你叫谁老婆呢？我抬头望去，正是周巡发给我看的视频里的女主角，王彻现在的妻子孙婉。而此刻的王彻吓得浑身发抖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身子不由自主往后退去。也难怪王彻会害怕，眼前的孙婉身高1.8米，体重得有200多斤，真动起手来，王彻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我问你叫谁老婆呢？胖女人一巴掌盖在王彻脸上，他整个人差点栽倒。你就是李简吧？王彻的前妻。他打完王彻，问我。我点点头。我正要开口将事情和他说清楚，王彻突然冲出来，老婆，是他要勾引我的，他让我跟你离婚，跟他复婚。自从之前闹离婚后，我已经领略到了王彻的无耻。
但我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无耻，脏水直接就往我身上泼，连草稿都不用打。孙婉歪着头审视我，他把我从上往下打量了好几遍。我也不想跟你解释什么，你听完这段录音再说。我将手机打开，播放录音。王彻瞳孔放大，他没想到我刚刚竟然录了音。李简，你真阴险！他冲过来夺我手机，被孙婉一脚踹翻。你给老娘闭嘴，不然打断你的腿！现场瞬间安静了，只剩下手机播放录音的声音。录音放完，孙婉的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他把王彻提起来，左右连扇了3个耳光。好你个王彻，在我面前装的跟孙子一样，背地里还敢准备和我离婚。王彻在他手上就像个小鸡崽子，动都不敢动。老婆，那些录音都是我骗他玩的，我只爱你一个人啊，老婆。我就是想给我爸妈找个免费保姆，这不也是给咱家省钱吗？他想的倒挺好，我是有多傻啊？离婚了还跑去你家，给你爸妈当免费保姆？你别跟我在这放屁，回家我再好好收拾你。他放下王彻后，他连滚带爬的跑了。见眼前的闹剧结束，我也准备离开，孙婉却喊住了我。妹子，你就是李简吧？我听邻居说起过你。王彻这一家人太不是东西，他们图我财产，想让我变成免费保姆伺候他爹妈。我呸！那你怎么还？我不明白，这样的一家人不应该是离得远远的才好吗？他们是坏，但是我能治得了他就行。反正我只是想让我儿子有个齐全的家。再说了，他打不过我，他不听话我就凑他。婚内打人最多算家暴，没啥事的。他走后，我恍然大悟，真是一物降一物。